很意外，从校医务室回来的张夏夏仿佛变了个人似的，安静沉默，无视所有人的问候。我看着他，他正环视着整个班级，目光里有一股悲悯又决绝的意味。然后他向班主任请了假，再也没来学校上过课。后来听家里开超市的同学说，张夏夏从他家买了好多食物和生活用品。张夏夏搬家了，他没告诉任何人。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刚刚在阳台浇花时看到了对面空了许久的房子搬进了新的租客，楼间距很近，我一眼就认出了那个熟悉的面孔。张夏夏正指挥着几个工人往外抬家具，他的手臂上下挥舞着，比划着大小。我不明所以。高三的上半学期马上就要结束了，学校通知3天之后放寒假，我不知道张夏夏怎么会有这些闲心装修，于是回了卧室继续写卷子。我跟他不算熟悉，高中3年，说过的话应该不超过10句。他平时不太爱说话，总是冷冰冰的，让人感觉无法靠近。我只是一个小透明，成绩不高不低，跟他不是一路人。叮，收到一条微信未读消息。我打开手机，是班级群的提示。最下方的2条消息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杨老师张夏夏，速度接我的电话。杨老师全部人，有谁联系得到张夏夏同学？张夏夏失踪了，同学们最近有谁见过她吗？失踪了。我走到阳台观察楼对面的情况，他好像完全没注意到群里正在因为他乱得热火朝天。张夏夏跟着工人们一起垒着砖块，看样子是想把窗子封上。我不知道该不该管这个闲事，但是封窗户很容易让我联想到种大麻放骨灰之类的缺德事，总该弄清楚他是在违法还是在做膈应人的事。于是我给张夏夏发了一条好友申请，摩斯密码翻译过来就是 Need SOS。 张夏夏拿起手机看了看，没有搭理我。我继续又发了一条好友申请，淮阳国际3号楼1801，我准确地报出了他家的地址。好友申请通过。你怎么知道？看窗外，我和张夏夏隔空对视着。随后他又给我发了条消息，不该管的事不要管，你替我保密，我救你一命，多囤些物资，1周后无论如何都不要再出门。张夏夏没再理会我之后的追问，继续砌窗子去了。等我第2天醒来，发现对面张夏夏家已经被封得严严实实了，只在和我阳台正对的墙上留了一个西瓜大小的缺口。看样子张夏夏做的事不是在开玩笑。我仍旧照常上学，也为张夏夏保守着她的行踪。放学后，我想起张夏夏告诉我的话，鬼使神差的去了附近最大的一家大型超市，以置办年货的理由订了一些常用的米面油茶，还有桶装饮用水、纸巾、洗漱用具之类的生活消耗品。路过小区旁边的药店时，顺便买了一些常用药物。我积蓄不多，父母走得早，舅舅每个月只给我打1000的生活费。万幸房子是爸妈留给我的遗产，150平的大平层，如果单独清出来一间卧室作为仓储间还是够用的。我看着手机上显示的一笔笔扣款消息，余额从6098元挥霍到120元，差不多了吧？虽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但应该够用了吧？张夏夏这几天还是没有一点消息，日子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第6天的晚上。我想着明天之后无论如何都不要出去的告诫，看着仓储间里满满登登的物资，心情复杂的睡下了。迷迷糊糊间，我被一阵尖叫声吵醒，拿起手机看了看时间，凌晨4点20分，天刚蒙蒙亮，明与暗交加的天际线仿佛预示着崭新的世界即将开篇。尖叫声渐渐消失，我走到阳台，循着声音向下望去，18楼，从这个高度往下看，灰蒙蒙一片，看不清。我一时没了睡意，打算去卫生间洗漱一下，顺便看看网上的消息。前一秒蹲在马桶上，一边刷牙一边刷手机，后一秒打开微博，发现热搜爆了。从凌晨1点左右开始，陆陆续续的有人发出求救信息，小区有人被咬伤，120来救治，结果也被咬伤。酒吧内出现撕咬生吞人肉的变态，警察深夜击毙多名丧失理智胡乱伤人的疯狂公民，一烧烤店店主肚子都被啃空，竟然能站起来攻击别人。信息属地广泛，一时间分散到天南海北，无论是1线大都市还是5线小县城都沦陷了。热搜关键词：丧尸。我的冷汗顺着后背层层的往下流。狭窄的卫生间里回荡着手机播放着第一视角的视频传来的尖叫声，混着我的心跳声，震击我的耳膜，也刷新了我的心理承受能力极限。怎么办？该怎么办？
匆忙结束洗漱后，我再次确认了下门窗有没有关严，甚至跑到次卧去看前几天准备的物资，这些根本不够。我开始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有好好听张夏夏的话，当初应该想尽办法借些钱来，也该多囤些物资的。对张夏夏，她一定是知道这些事的。我慌乱中拿出手机，想要给张夏夏弹语音请求，可越是着急越是出错，我的手控制不住地抖了起来，不小心将手机掉在地上，屏幕碎了。所幸手机没摔坏，嘟嘟嘟，张夏夏没接，也没拒绝，可能是还在睡觉，没开声音。我抱着手机，倚靠着墙面瘫，坐在门边，脑子里一片空白。手机弹出一条短信：市政府通知，本市出现大范围恶性伤人事件，提醒居民尽量居家隔离，不要外出。如遇到危险，请拨打求助电话 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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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一会，天边渐渐泛起鱼肚白。我收到张夏夏的消息：不要开灯，假装家里没人，不要再和任何人联系，敲门也不要开。完了，电影里的末世成真了。接下来的几天里，小区居民群里被各种恐慌信息刷屏，学校里老师通知学生们不要外出，电视信号被中断，网上流传着国家军队武装部的清剿行动视频和鼓舞人心的言论。大家一开始还在互相打气，憧憬着灾难很快就会过去。可是随着物资的消耗，许多人为了生存不得已冒险出去寻找食物和水资源，往往是大多数人都没能安全回来。居民群里一开始还呼吁物资富裕的家庭拿出一些食物在楼道交换，帮助其他没有存粮的家庭。逐渐的，群内消息越来越少，后来开始有人求救说自己的物资被邻居抢掠，抵抗不从后被打伤无法救治求医。我每天都给张夏夏报着平安。灾难之下，我只能依托和张夏夏联系来获取最后的安全感。她有时候不回我消息，有时候只回我一个我知道我们之间并不熟，当初出于怜悯也好，作为交换条件也好，即便她不想跟我扯上瓜葛，可我只知道我现在身边能信任的人只有她了。随着丧尸爆发，已经过去了大半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我一直省吃俭用，每天只吃一顿饭，万幸自来水没有被停掉，电路和网络系统都还没坍塌。我看着次卧角落里放着的4桶5L 纯净水，万一哪天断了水，这些就是我最后保命的资源了。想到这里，我忙不迭地把家里能用来装水的器皿都灌满了自来水，包括浴缸也被我堵死，放满了水。咚咚咚，门外有人敲门，我神经紧绷着不敢出声，蹑手蹑脚地挪到门口，透过猫眼看到外面是2个络腮胡子的中年大汉，联想到前阵子看到居民群里有人抢掠的消息，心里祈祷神明赶紧让他们走吧，求求了，就当这家没人赶紧走吧。门外的那2人敲门敲了许久，见没人回应，就想尝试暴力撬门，咔嗒哐咔嗒哐，我的心跳声和咽口水声从来没有这么清晰过，冷汗顺着额头流到了睫毛上，嘴唇发抖着，胸腔上下起伏，呼吸急促，一阵耳鸣中有些眩晕，我有些站不住了，摇摇欲坠间想到，如果此刻我晕倒，外面的人肯定会发现这屋子有人。我咬牙强撑着抵着门，想要借力保持清醒。他妈的，百分号、井号、星号、星号试试，百分号，走吧。隐约间我好像听见外面的人在辱骂着，混杂着一些收拾工具的声音。那2人的谈话声渐渐远了，我终于支撑不住，跪倒在了地上，无声的嚎啕，眼泪夺眶而出。好险，我刚刚与死神擦肩而过。当初继承这套房子时，因为自己一个人住，所以早早换了高级的防爆防盗门，此时确实救了自己一命。我无法想象，万一那2个彪形大汉真的闯进来，见到独自居住还没成年的我，他们会下什么样的杀手？我躺在地上，看着天花板的颜色从暖白变成暗灰，就这样瘫了一个下午。手机屏幕亮了，是公安局通知，本市居民以家庭为单位，每户统计幸存人数、健康状况、物资余量、详细居住地址，短信发送至 XXXXXX， 将会有专人联系。届时，救援直升机会把幸存居民统一带往安全保护区，终于不必再担惊受怕了。国家终于来救我了。我拿起手机，正在编辑着短信，一条微信消息弹了出来，上面显示的内容让我停下了编辑信息的双手。不要回复，不要相信。张夏夏的话让我陷入了疑惑和抉择两难的境地中，一边是提前救了我的张夏夏，
另一边是安全的生存基地。刚刚经历过生死危机的我，此刻无比的渴望活下去。我家刚刚有2个男人来闯门，差点就破门进来了，我差点就死了，在这里太危险了。我想去安全的地方，有人保护的地方，况且我的物资不多了，我没有存那么多物资，撑不了多久的，我不能放弃这条生路。过了2分钟，张夏夏的消息回复了过来，看着他的话，我的内心做了短暂的挣扎，然后放弃了去安全保护区的想法。相信我，留下才能活着，我不会骗你。政府出面果然动作很快，没过2天，我所住的小区就有无数来来往往的直升机停到顶楼来接人了。沉寂了好久的居民群有了些许活络，大家语气轻松活跃，期待着新生活。我看着天空中盘旋的直升机，羡慕那些自由的鸟儿。我已经有2个多月没有出过门了，不知道留下的决定是否正确。浑浑噩噩的过了不知道多少天，我躺在床上，懒得洗头，懒得运动。有时候想想，还不如一开始就随大流被丧尸咬死算了，好过现在被困在这里，活着也没有意思，真的没有意思。新年快乐，是张夏夏的信息。原来已经到新年了，我从没有想过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迎来自己的18岁。我的脸颊感到有些烫，用手擦了一下，才恍然我哭了。你也新年快乐。水电网络系统都瘫痪了，那我以后怎么办？张夏夏的话无疑让我感到雪上加霜。晴天霹雳，停了水电，意味着我要开始动用我仅存的为数不多的桶装水资源了。以后除了喝的水以外，都需要循环用水了。浴缸的水该用来还是用来冲马桶？我以后怎么和张夏夏联系？这不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吗？我开始无比后悔自己没有去安全区的决定，心底甚至有点怪张夏夏阻碍我。你把阳台的花盆都收回屋子里，拿出一个蓝色的摆到阳台的小桌上，明天换成红色的，每天交换一次，我就知道你还安全了。如果物资不够生存了，就同时摆上去，我会来救你。你要不现在来救我，咱俩好做个伴。我还没想好怎么越过丧尸群去找你，况且我们2个人也没法把你剩下的物资搬过来。你先消耗自己的物资，尽量节约，撑到我想出办法接你的那天。好，不愧张夏夏能想到这个法子。当初他在封锁窗户的时候留下的那一个小洞，我还以为单纯是为了换气用的，现在想想，他应该是把后面的计划都想到了。那样一个小洞正好能透过去看到我的阳台，而颜色鲜明的花盆能让它远距离也能分得清。万幸是南方的冬天，只是干冷，不会下雪，不然大雪盖住了花盆就难以分辨了。我现在每天只敢喝1杯水，勉强能活，但也感觉自己干瘪的要死。毕竟吃的东西都是饼干、干嚼方便面之类的没水分的食物，没办法，我是真的水资源匮乏。如果时间能重来，我一定把另一个卧室都存满水，天天喝它个水饱。距离最后一次联系张夏夏已经过去了快2个月了，手机早在停电第3天的时候就自动关机了。没电之前，我发现了一件事儿，让我在接下来的这小1个月的时间里一直在思索着。自从市政救援直升机陆续把幸存者接走之后，群里和网上就渐渐失去了消息更新，人们仿佛消失了一般。微博上的消息都是很久前发的，准备登机之类的字眼。居民群里自从那天之后，直升机来过就没有人说话了。难道安全区也停了电吗？他们在那边过得好吗？我检查了一下自己的物资储备情况，食物已经不多了，水只剩下1个桶底那么多。这些水最多能喝3天，我只能支撑最多3天。不知道张夏夏有没有找到能来接我的办法。说实话，我心里也有些嘀咕，关于是否他真的会冒着生命危险来救我。天渐渐暖了起来，4月的阳光明艳刺眼，身体暖和了，可鼻子受了大罪了。回升的温度让外面那些尸体和丧尸身上的腐肉发酵腐烂，饶是住在18楼也能闻到恶臭，窗子紧闭都挡不住。我将蓝色红色花盆一同放在了阳台小桌上，等待张夏夏的营救。如果在水耗尽的3天后他还没来，那我可真就要去见阎王了。第1天没来，第2天没来，第3天没来，没水了，第4天没来，第5天咣咣咣有敲门声。我惊喜地拖着疲惫无力的身体，虚弱着跑向门口。透过猫眼，我看到一个穿着防护服又满身脏泥的人形，脏兮兮的面罩下，模糊间能看到张夏夏白皙的脸颊和灵动的双眼。就是主啊！我迫切地解开了反锁，打开门后扑向了张夏夏，想拥抱她。张夏夏跳了起来，
身子一退躲开了我。这时我才闻到一股恶臭从那身防护服上传来。张夏夏呵斥我，叫我冷静，然后把一个包裹丢在我面前，穿上它，跟我走。天空是灰白色，淅淅小雨仿佛想要洗刷掉所有末世的痕迹，却只将街道显得更加凄凉。张夏夏给我带了一件涂满丧尸腐肉的雨衣，按照她的话来说，这几天为了接我想了无数个办法，最后只能用衣服混合腐肉去盖掉本身的人味。她赢了，小区里的丧尸确实没有注意到我们。我和张夏夏小心翼翼地模仿着丧尸的动作，踱步移到他家小区单元门口。他和我同住18楼，从我家下来还比较轻松，但是再爬18楼上去成了不小的考验。一方面我已经2天没有进水了，因为没有水，所以连食物都不敢吃。虚弱的我和求生欲抗争，一步一步地向上走。慢慢的，我的步伐越来越沉，张夏夏不得不缓下脚步等我。哐哐砰，脚下传来几声剧烈的门框碰撞的声音，我的耳朵霎时立了起来，惊慌地看向张夏夏，她做了个噤声的手势。楼道里我们安静的不敢再有行动，仔细辨别着声音的由来，有撞击声，有丧尸喉咙里发出的嘶吼，混着肉体撞在墙面地顿声，几种声音交汇在一起。我看到张夏夏的雨衣在深呼吸下大幅度的摆动着，几乎就在对上眼的同一时刻，她向我伸出了手，我递了上去，然后我们飞速向上跑去。张夏夏的手温暖而有力，她的力气带动的我不敢停歇。这是我第一次直面丧尸的压迫。为什么丧尸会突然反应过来追我们？我不清楚也不明白。也许是雨水冲淡了那些腐肉，像是跑了1个世纪。我的嗓子仿佛被火烤了一样痛苦，肺部撕裂的感觉让我剧烈的咳嗽。我越是想止住，越是干呕，眼珠像要被挤出来一样暴胀着，不能停，好痛苦。楼下的声音越来越杂乱，越来越逼近，我隐约能从扶梯缝隙看到下面无数扭曲的身形。我已经没有了意识，下半身机械的抬起放下，张夏夏怎么牵我就怎么走，直到她在一层台阶顿了一下，我还惯性的往左边走，准备接着爬，她一把拽过我，把我拉出了楼梯间，紧接着反锁楼道门。直到这一刻，我的大脑终于有了一点反应，到18楼了。张夏夏迅速打开了1801的房门，把我推了进去，接着砰的一声把门关上，我被她推得跪倒在地，顺势就趴了下去，嘴里发出呵呵的声音，似笑非笑，要哭不哭。张夏夏不明所以，帮我脱了那件沾满污秽的雨衣，然后拿了一个打湿的毛巾帮我擦脸。她小心谨慎地把2件雨衣收好，套上袋子，放在了一个铁质的工具箱里。污秽被隔离，味道瞬间淡了许多。张夏夏在我面前脱掉了衬衣，然后看着我迟疑了一下，又对我说：“你得把身上这些衣服脱掉，很危险。”他说的没错，丧尸的腐烂血肉确实沾到了我身上一些，即便是没沾到也不敢冒这个险。如果不小心伤口或者眼睛嘴巴接触到了这些病菌，搞不好我们也会异变，小心为上。我躺在地上胡乱地扒拉着自己的衣服，张夏夏怕我不小心伤到自己，或者崩到一些在身上，她轻轻跪在我面前帮我解开扣子。起初我有点不好意思，后来想了想，都啥时候了还扭捏，便任由她帮忙。我自顾自地缓着气，衣服脱掉了，我和张夏夏光溜溜的像2只小鸡仔一样来到卫生间。张夏夏叮嘱我先洗双手，等下拿湿巾擦脸，不要让污水接触到私密的位置，洗干净些，不要搓破身体。张夏夏家里的卫生间跟我家格局差不多，比较大，但是她在卫生间放好多塑料桶，里面接满了水，这些水就是张夏夏用来洗漱用的。我好渴，我能喝一点水吗？忍一忍，先洗完，别把病菌带到别的屋子。我像一只在沙漠里迷路的骆驼，驼峰已经干瘪，奄奄一息之际，看到水源一般贪婪兴奋。张夏夏把所有的卧室都存放了物资，整个主卧堆满了成箱的桶装水。我接过张夏夏递来的水杯，一口气喝了精光，又喝了一杯，一杯接着一杯。物资满意的安全感让我感到无比疲惫，心里绷着的那根弦也放松了下来。我将水杯还给张夏夏时，突然感觉眼皮好沉，接着周围变得一片漆黑。再次醒来时，我发觉自己躺在一张不算柔软的小床上。我回想起来自己已经到了张夏夏家，起身环顾的时候，看到她正在我斜对面不远的地方睡着，几个箱子现场堆出床的造型，盖了一件羽绒服，她就那么凑合的睡了。
我的这张床在客厅的南面，背后就是阳台。当初封阳台时留下的那个西瓜大小的洞口，此刻因为月光的穿透，成了屋子里唯一的光源。昏暗的光线打在地板上，映着张夏夏的脸，恬静又清冷。夏夏，夏夏，我想让他过来睡床。张夏夏当初买这张床的时候，应该没考虑过还会有人住进来。这张单人床应该也就1、3米宽，我和张夏夏都比较瘦，挤一挤应该没问题。或许以后把箱子并一并，能拼成一个双人床也不一定。张夏夏张开了朦胧的眼，道了一声醒了，然后自顾自地往卧室走去。过了一会，他拿了一杯水和3个蛋黄派出来，先吃点吧。你当初怎么会想着搬到我家对面呢？我一边囫囵吃着糕点，一边跟张夏夏闲聊。张夏夏顿了顿之后，坐在床边开始讲述她的故事。其实我早就死过一次了，你知道吗？这不是我第一次经历丧尸了，我是死过之后又重生了的。就在那次我昏倒在操场，其实我不知道这是你家小区，但是我家太小了，又是2楼，不够安全，所以我就租了这个房子。我爸妈离婚了，各自再婚之后，他们都不管我，也不怎么给我钱，我就去借高利贷了。那些放贷的人看我还是个学生，不肯贷给我，我就拿房子抵押，跟他们说半个月就还，他们才肯贷给我2万块钱。丧尸爆发，到时候末世来临，谁还管借债啊？我也没什么顾虑，这房子也是高价只租了1个月，就是巧合，租到了你家对面。重生这事儿比丧尸爆发还离谱，但丧尸爆发真的发生了，张夏夏也的确做出了措施，我只能暂时相信。你知道丧尸会爆发，有尝试过跟政府说吗？也许政府会提前做点什么，避免这次悲剧呢？张夏夏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我，我说了他们会信吗？他们估计会把我抓起来扔精神病院吧。也是，说完这句话之后，我猛然想起之前政府的救援。张夏夏阻止了我的求助，肯定是他知道了点什么才这么做的。你似乎很讨厌政府。没有讨厌，相反，市长是个好人。丧尸爆发初始，政府联合驻扎本市的武装部门一起进行清剿行动，市长已经准备内退了。出现这种情况，还是义无反顾地站出来，奋斗在最前线。所有公职人员秉持着保护公民的决心，一波又一波地跟毫无人性的丧尸进行对抗，可是还是没能抵过源源不断的丧尸大潮。随着武装部的沦陷，清剿行动失败，张夏夏平淡地向我叙述着这些事，仿佛不是亲身经历一般冷静。市长嘛，就是高老师来咱们学校做演讲的那个张市长嘛。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了吗？发生了什么？那是我跟你一开始的想法一样，在我那个小房子里躲避到绝望时，选择了相信救援。等我到了救援基地，才发现一切都不是想象中美好。在高台讲话的那个领导人根本不是我曾经见过的市长，那些武装人员都是恐怖分子，他们劫持了政府大楼，控制了整个市区的行政指挥权。那些直升机所谓的接人救援，实际上都是搜刮剩余物资，并且抓人去做苦力。男人都被押去盖围墙和地下防空洞，不听话就狠狠地打，打到吐血骨折。女人，他们把女人和孩子关起来，强迫他们侮辱他们，老人都被活埋了。张夏夏讲到这里时，语气变得颤抖，停顿了几分钟后，又继续说道：我在地牢里听着那些女人的惨叫和恶人的淫笑，像地狱敲响的丧钟一般回荡着。每天都有女人被拉出去，她们哭着求饶，跪在地上给那些恶人磕头，血染了一地，可还是被拖走了。被拖出去的女人几乎没有回来的，应该是都咽了气被处理了。后来有一天，他们看上我，我知道哀求是没有用的，就乖乖地跟着他们出去了。就在走到一个持枪站岗的男人身旁时，我冲向了他，推搡间枪支走火了。等我再醒来，就是在操场上。说完这些，张夏夏已经泪流满面，渐渐的抽泣声越来越大，她的嘴唇颤抖着，之后大哭了起来。张夏夏尖叫着，抓着自己的头发，仿佛想要把那段噩梦般的记忆从脑子里抽出去。我紧紧地抱住她，无法用语言安慰她。我知道那样的经历对她来说就像深渊里的梦魇一样可怕。这一夜，一张单人床，2个瘦小的女孩紧紧依偎在一起，她们没有再说话，心底的祈祷只有神明听得见。张夏夏不擅长做饭，所以买的物资基本都是和素食相关的。次卧的窗子都被封上了，我看不清里面具体都有些什么。当初张夏夏封阳台的时候留的那个洞，我还以为是为了我呢。
现在一看，原来是仅剩的光源。张夏夏跟我说，当初摆放的时候是按照保质期的时长来安排的，最外面的都是1到3年过期的食物，最里面的大多是一些战备粮、压缩饼干之类的，能存放10几年都没问题。我看着满满3个卧室的物资，再次感叹张夏夏真能买啊！2个卧室都放了桶装水，1个卧室全是碳水这种顶饿的硬货。这些东西不出意外，咱们能活个3、5年。张夏夏骄傲地跟我展示她的远见。你说丧尸多久才会死呢？丧尸会腐烂的。之前接你的时候，雨衣上的那些腐肉，就是丧尸身上掉落的尸块。我当初搜集这些尸块的时候，差点被发现，好险！多谢你呢，多谢你救了我，我认真的，谢谢你。等以后丧尸结束了，咱俩躲得远远的，离开这个城市吧。张夏夏怕再遇见那些恐怖分子，就算是未来丧尸结束了，不再有吃人的危险了，可没有政府的控制，这个城市的安全也是无法被保障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在相对安全的时候，尽快逃离这个地方。我和张夏夏在这一方小天地里互相照顾着生存着，对未来充满了期待。一个人的时候很孤单，每天躺在床上发呆数日子。2个人生活后，屋子里变得有了人气。张夏夏会跟我讲她是怎么跟班级里的其他学霸暗暗较劲，争夺第1名。我跟她说我整个高中时期暗恋的校草学长，她跟我争辩那个校草学习一点都不好，怎么会被我瞧上了一眼。我笑话他是个书呆子，少女的悸动在他身上还抵不过一张卷子的分数。张夏夏辩不过我，丢给我一个眼刀后，喃喃着说要暗恋也找个学习好的。打打闹闹间过去了1个春天，夏天刚刚过半，张夏夏生病了。起初症状并不明显，张夏夏一开始只是食欲减弱，饿得很了还是会垫几口，之后变得虚弱疲惫，甚至便血。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身体变得苍白孱弱，体重急速下降。我和张夏夏都警觉了起来，开始每天都做些健身运动，增加抵抗力。张夏夏自道以前身体并没有什么问题，光是凭目前的症状，我们都无法判断到底是身体的哪里出了问题。直到有一天，张夏夏吃饼干时脱落了1颗牙齿，一股无名的压抑感笼罩着整个房间。张夏夏呆呆地看着那颗牙齿，久久没有说话。她去卫生间漱了漱口，然后瘫在了床上。这一夜，张夏夏缩在我怀里，她的体温很低，跟炎热的夏天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月光没有再照进来，乌云盖满了城市，抬头看不到星空。她说她毕业以后想去留学，想去韩剧里男女主角爱情宣誓的那个枫叶林。她说她想做一名公检法人员，为人民争取更多的权益。她说高3备考的学习时期太苦了，以后闲了，她想学一门乐器。她说滑板很酷。她说当初应该养一只猫的。然后她睡着了。张夏夏变得越发沉默，她总是躺在床上，透过洞口看着天空。她向往自由，可现在连去一趟卫生间都要消耗好大的体力。我深知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跟张夏夏简单商量了一下后，决定由我冒险出去，去药店看看有没有适合张夏夏的药。即便我们不知道张夏夏生了什么病，但是药店里的药架上那些药盒肯定会写治疗什么症状，到时候对症拿些药回来，应该可以碰碰运气吧，应该能恰好治了他的病吧。事不宜迟，我换上雨衣，刚打开那个铁箱时，里面的恶臭熏得我差点绝过去。迅速换好后，我将剩下的那件封好，放回铁箱。在门前我看了张夏夏一眼，她也在看着我。我们俩心里都明白，这一次出去，如果有了意外，死的不只是我一个人。张夏夏没人照看，坚持不了多久也会死在这个满是物资的房子里。她道了一声小心，我重重地点了点头，打开了门。一路上没有我想象的那般危险，丧尸们少了许多，他们的步伐也较之前更加缓慢。地上有大片倒地的丧尸，应该是身躯腐烂之后，体内的微生物和细菌蚕食过，无法再行动。我钻进一个残破的药店里，店里的柜台大部分都被推倒了，散落的药盒混着污血，让我辨不清上面的文字。依稀看清之后，找了几盒治疗贫血和食欲减退、骨质疏松之类的药物，没有具体的目标，我只能看到对症的都拿了。花了小半天的时间，我拿着一整袋药品返回了张夏夏家。张夏夏看到我安全回来之后，舒了一口气。我们坐在床上，一个一个对比后挑了几种药，看着张夏夏就水吞下那些胶囊后，我跟她讲了楼下的情形。
丧尸的行动能力已经大不如前了，或许这是我们求救的机会。与其靠着不知道有没有疗效的药物，不如主动寻找就医的机会。张夏夏思考了良久，然后看着我说：“听你的。”我们换上了雨衣，提着2桶水和一点药、一背包压缩饼干下了楼，在楼下找到了一辆自行车，将水放在后座上，缓缓地推着往外走。张夏夏吃过了药，有了一点精神。我们不知道是哪个药起的作用，不过既然能有点效果就是好的。对生的渴望让我们的踏出的每一步都无比夯实。沿路有些丧尸听到了声响，侧目看着我们，有些还凑上来跟着我们走。我和张夏夏不敢喘气，缓缓地挪步，可能是雨衣发酵过的味道太浓烈，没跟2步，那些丧尸就散了。心下松了口气，我跟张夏夏加快了脚步。推车走毕竟不是办法，我跟张夏夏盘算着找有没有能开的车，开车出去速度就会加快许多，尽快到最近的林市碰碰运气，也好过累死在路上。天无绝人之路，刚出小区就看到一辆开着门的越野横在马路边，车里什么都没有，钥匙还挂在上面，应该是车主被丧尸抓走了。我为那位车主默哀，又感谢老天能让我们碰上这辆车。我和张夏夏坐在越野车里，关上了门。说实话，我不会开车，丧尸爆发时我还没成年，根本没机会碰到车。我所有关于操控车辆的知识都只存在于坐车的时候无聊看司机的操作，也就是说，如果发动了又没开起来，面对这样的噪音，很有可能引来大量的丧尸。张夏夏的身体状况也没法支撑她逃跑，真要失败了，我们就是待宰的羔羊，成败在此一举了。我拧了拧钥匙，汽车抖了起来，但没有噪音。哪里的问题呢？我紧张的不知所措，眼前的情况已经超出了我的知识范畴。你要拧到头，脚先踩在最左边那个踏板上。你会开车，你不早说。行驶在高速上，我觉得自己越发神气，可真是天生的赛车手。我开起汽车来游刃有余，沿途的风景刷刷刷的从车前掠过。原来开车的感觉这么美妙。你能换到4档吗？张夏夏看了看40迈的表盘，无奈地问我。哦，张夏夏说，前世的时候，她对救援基地的位置有些许印象，大概是城市南边的郊区，所以这次我们要往城市的北边走。开了4个多小时之后，终于到达了下目的地的高速路口。这个高速口每个通道都有栏杆挡着， ETC 又因为没电通过不了，闯过去。得嘞，我一脚油门轰过去，栏杆应声折断，仿佛冲破了地狱的大门，踏上了新生的阶梯。我欢呼着拍着方向盘，张夏夏也露出了久违的笑脸。突然张夏夏叫住了我，我还以为有救援，四下望了望，发现什么都没有。我看向张夏夏，张夏夏现出了一个尴尬的表情。这车能启动就是有电，有电就是能给手机充电，咱俩忘了拿手机了。操！我在这座城市漫无目的的开着，想着如果看不到救援，就继续往北走找下一个城市。张夏夏摆弄着车里的电子屏，点开了车内广播，一个挨着一个地切换频道，无不意外地传来冗长的滋滋啦啦的电流声。我们都有点泄气，本期望着通过无线电能获得一点有用信息，现在看来是做无用功了。傍晚的时候，表盘上的油箱警报亮了，寻了半天找了一处加油站，加满了油之后又找了2个铁桶，灌上了油之后，我们踏上了去下一个城市的旅程。张夏夏的状况越来越差，药物已经控制不住她的病情了。从张夏夏家出来差不多有小半个月，这期间不止没有看到救援，连个活人的影子都没有。我们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少，仿佛已经知道了死期，苟延残喘着多活1天算1天。他躺在座椅上，苍白的脸颊深深地凹了进去，整个人虚弱得睁不开眼皮。我将车停在一处超市前，独自寻找可用的物资。和其他超市一样，柜台上的食物早就被扫荡一空，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呢？我有好多次都想干脆撞到墙上算了，痛快地来个了结，总好过看着张夏夏这样被折磨得生不如死。可是我不能，张夏夏还没放弃，我不能先放弃。整理好了情绪，我回到车上，继续穿梭在城市间的高速路上。沿途开了几天，叶子渐渐泛黄，这段路景色挺美的，挺凄美的。夏夏，你快看！开车没多久，我就发现了左边林子里有些不对劲。我停下车，兴奋地喊着张夏夏，想让她看到我所看到的景象。道旁树林里，
隐隐藏着高高的围墙。我看到围墙上方有个灯塔，塔上好像有人。夏夏醒醒，咱们有救了。哪怕这一波人也是恐怖分子，我也得搏一搏，万一真的有危险，我就带着夏夏自杀好了。张夏夏没有回应我，我有点慌。我摇了摇他，发现他已经不怎么进气了。我呆愣在那，手悬在空中，不知道该怎么办，一遍遍安慰自己，张夏夏只是病了，她不会死，她只是病了，人命关天。我重新启动汽车，开向那来之不易的光明。塔上的人注意到了我们的汽车，挥了挥手，然后指了个方向。我大概明白，他可能是在告诉我大门的方位，便听他的指示，开到了围墙另一头，停下车。迎面走过来10来个持枪的大汉，他们示意我双手抱头下车。我照做之后，急切地表示车上有病人，却招来他们的警戒，大声问着我是不是被丧尸咬了。我再三保证只是生病，没有接触到丧尸，他们才凑过来看向车里。带头的男人告诉我，这是民间的救助组织，负责搜寻和照顾附近的居民。我稍稍放了心，看着张夏夏，请求他们帮忙救人。带头的男人示意让其他人抱张夏夏进围墙，我跟在他们身旁，一遍遍呼唤张夏夏的名字。张夏夏没有反应，我焦急地重复着我们有救了，坚持啊夏夏，依旧没有反应。进了围墙，发现里面别有洞天，这里的人们没有被约束，他们彼此攀谈着，看向我们也是带着笑意。我无暇回应，眼里只有张夏夏。来到一间简易的小铁皮房里，一个男人走了出来，看样子应该是这里的医生。他捻开了张夏夏的眼皮，然后又查看了张夏夏的口腔，最后用听诊器听了她的心跳，叹了一口气，跟我说人已经走了，张夏夏死了，死在了医生面前，犹如五雷轰顶。我的眼泪豆大似的往下掉，不敢相信，那样坚强的他，拿着重生的剧本，却还是没能躲过这次灾难。我跪在地上，求着医生再救救他，哭喊着，声音变得嘶哑，任凭旁人拉扯也不肯起身。神明听不到我的呼唤，我的信念此刻全部坍塌。这里没有葬礼，总有人会死去，人们见怪不怪。那些人草草埋葬了张夏夏，我还是执意用木牌为他立了个碑。后来有人问我从哪里来，我忘记我回答了什么。那段时间我浑浑噩噩，像是被剥离了灵魂。我瞪着猩红的双眼，一遍遍问那个医生关于张夏夏死去的原因，关于为什么吃了药还治不好她的病，只得了一个可笑的答案：药物没用，橘子才有用，过于可笑。我笑得泪水蒙住了双眼。他说张夏夏缺少维生素 C， 害了坏血病。他说我也缺少维生素 C， 只是我偏爱蔬菜类的素食，才勉强比张夏夏的体质好些。我不信，我怎么可能相信什么他妈的维生素竟然能让一个健康的活生生的人脆弱成这样？他才18岁，鲜花一样的年纪，经历了2次死亡，我怎么能相信一个橘子就能治好张夏夏？我上哪里去找橘子？我找不到。昏睡了几日，期间有人找我问话，我沉默着不想回答，直到有人问我叫什么名字，我睁开眼，我叫张夏夏，我要以张夏夏的身份活下去，替他完成他想要做的那些事。他想去看枫叶林，我替他去；他想从政、学乐器、学滑板、养宠物，我都可以。这个世界对我来讲已经没有了活着的希望，但我的命是张夏夏救下来的，我不能轻贱。我开始尝试重新生活。2年之后，丧尸被各地的民间组织和武装部门清剿一空，人们开始搭建新的生存秩序，城市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生机。听基地里的人说，我原来所在的那座城市基地，因为恐怖分子的内斗，又加上其他市政的联合打击，被瓦解了。他们问我要不要回去生活，我想了想，还是算了，回到那个充满和张夏夏共同回忆的地方。我怕我走不出来。我还记得张夏夏和我说过的最后一句话，她说，你看那些云朵，有的像山，有的像鱼，它们好快乐。不知道她能不能再次从操场上醒来，我希望她能。番外，头痛，一阵耳鸣之后，我听见了微风吹动纱帘的声音，模糊间看到一个走来走去的白色身影，是得救了吗？他可真棒。你醒啦，同学，有没有感觉哪里不舒服？再休息1节课吧。与我讲话的这个人我认得，校医老师。等等，校医老师。一瞬间回忆翻涌，充斥着我的脑海，头更加痛了。我没答话，只想仔细捋一捋现在发生的情况。短暂的沉默后，下课铃响了，我确定这是我2次重生了。老师，
什么情况下人会没有外伤却无缘无故的牙齿脱落呢？这种情况很复杂呀，考虑是牙周病或者是细菌侵入。你如果不好好补充维 C， 也有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的哦。老师，您说的是坏血病吧？生物课上学过的。现在的食物营养那么均衡，你吃的东西都或多或少会补充到维 C 的，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要是牙齿脱落了，得好好去查一下。说罢，校医老师拿来一个用毛巾裹着的冰袋放在了我头顶。同学，你的身体较其他人虚弱了一些，不然请个假去医院做检查吧。谢谢老师。回到班级，我环顾了一周，他在哪呢？锁定了那个充满疑惑看向我的女孩时，我的心稍微踏实了一些。若一切都能重来，这一次我会让我们安然无恙。我不知道上一世你最后得到救援没有，越来越少的食物资源，漫无目的的寻医之路，是我耽误了你。现在的你什么都还不知道，时间还有1周时间，等我。我匆匆找班主任告了假，马不停蹄地按照上一世重新置办了房子和物资。这次我不能再将他置身于危险当中了。丧尸爆发前，我一定会让他住进我家里来。有了上一世的经验，这一次的准备更加充分了。老师说可能是细菌或者维 C 的问题，那我就补充多多的抗生素和维生素。至于牙周病，还有接近1周的时间，去检查一下吧。我约了个最全的体检，浑身上下无一处放过，加急，超级加急，势必要在2天之内得到结果。如果我的死亡是个循环，那我希望在无限次的拯救中，能让你有一个美好结局。检查报告出来了，医生递给我报告册子，却不肯撒手。我诧异地看着他，他的眼神中流露出绵长的怜悯。我想拽过那册子，用力间只看得到他的手指紧紧箍着那一角，已经用力到发白。我好像懂了，大夫，您有什么话就直说吧。你家人陪你来了吗？您只管直说吧。我也不知道怎么离开的医院，我现在或许明白了什么叫无能为力。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招来寒雨晚来风。肝癌中晚期，已经开始全身扩散。医生说，要是积极干预治疗的话，还是能活好久的。如果放弃治疗，最多1年半，还会伴随更多并发症。有什么意义呢？这都有什么意义呢？无限重生也只是面临已知的死亡罢了。真要是坏血病多好，真要是牙周病多好。原来这是我的死因，原来一切的尝试都是徒劳的。坐在路边的长椅上，我不停地在想，如果我做好了万全准备，只留他一人在家可不可行？一切的一切根源只是在我。最后一天，我约了他来到家里，仔仔细细地讲了许多，包括救援是假的，不要出门，囤水，按时补充营养药剂。丧尸会在1年左右开始行动力减缓，在之后的事儿我也不能保证发生什么，但是这些物资能足够他撑个几年。说完这些，我就准备离开这个家。他问我去啦，我说我有自己的安全屋，让他放心。最后再看他一眼，看看这个与他一起充满了生活气息的地方。天蒙蒙亮，我敲开了他家楼下1401的房门。开门的是个男人，他一脸猥琐探寻的神情，上下扫视着我，之后在我胸前盯了2秒，歪了歪嘴，笑得更甚，满是胡茬的香肠嘴巴咂了2下，开口道：小妹妹有什么事儿吗？家里大人不在，要不进屋里待会。声音尖锐又嘶哑。我记得他曾经跟我求助过，他的单元有一些抢邻居物资和撬他房门的坏人。根据他的描述，单元群里被抢物资的那户业主是1402，而抢了他们家的就是1401。我不知道后来撬门的是不是1401的这一家，但只要是隐性威胁，那就要铲除。我向门中间挪了一步，露出了隐藏在门后的尖锐剔骨刀，光线晦暗，折射不出他惊恐颤抖的双眼。丧钟降临，血液溅了我一脸，随意抹去后，我看了下时间，离楼下的第1声尖叫还有不到5分钟。我慢慢地走下楼，坐在小区喷泉旁边静静等待，直到看到一个身形怪异的人向我靠近。我苦笑，原来是我呀，灵魂漂浮在天空中，这次没有再重生。我才明白，变成丧尸就不会再重生了，结束了。这一场人生游戏中，我终究是个 loser。随后的几年里，我每天都飘在他的床边，看着他无所事事的混日子，自娱自乐着还算健康的小脸。好几次我想要上前抚开他锁紧的眉，透明的手臂抬起又放下。也许有遗憾吧，只要你好就够了。丧尸来袭时，我趴在床上，啃着鸭脖哈着啤酒，
看着我那黑心妹妹和渣男前男友为了一个长毛的面包互殴。没办法，谁让末日之前我捡了一只有钱会说话还是重生而来的大白猫呢？看着别人从丧尸底下虎口夺食，而我躺在500平的大房子里混吃等死，我忍不住捏了捏猫毛乎乎的小耳朵，感恩，谢谢啊，猫大哥。白猫迷蒙着睡眼，伸出粉红肉垫的小爪给我比了个舞，别客气，大哥爱你。1分钟之前，我的猫说，距离丧尸围城就剩30天了，你这个蠢货竟然还在当包子，好家伙！我猫骂我，不对啊，它为什么会说话？对，我是个包子，从小到大都挺软的那种，从来没有和人起过冲突，凡事都喜欢憋在心里不敢说，很怕惹了别人不开心。我知道自己这样很烦，但是没办法，我改不掉。我看过一本心理学的书，那上面说这是天生的气质类型决定的，粘液质，参考对象是沙僧。你看师徒4人99811难，只有沙僧他永远挑着担，可不就是个包子吗？我跟他一样，幸运的是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并没有那么多人欺压我。不幸的是，跟我一起长大的表妹唐心从小就以欺压我为乐，小到5毛钱的小皮筋，大到我上个月刚买的 iPhone 14，只要他看上了的，总要想方设法从我这儿给弄走。这一次，他看上的是我那个身高1.83米的男朋友林哲。我发现的时候，俩人甚至都已经暗中苟且了好几回了，甚至开房还是刷的我的卡。你以为我会怒骂狗男女吗？怎么可能？我这种包子只会默默流泪罢了。就这样，从捉奸现场回来以后，我在自己狭窄的出租屋里哭了睡，睡了又哭，连着哭了3天。陪着我的只有前2天捡回来的流浪猫，因为它长得白，又很喜欢我花瓶里的百合，所以我给它起了个名叫白喜欢。虽说是只流浪猫，但看它膘肥体壮，毛色顺滑的样子，也知道这位老哥在外头过得挺不错。可他偏偏选中了我，死乞白赖的在我家门口转了好几天。包子如我，不会拒绝人，也不会拒绝猫，最终只得收了它。就在刚刚，白喜欢吃完了一大盆猫粮，心满意足地伸着长腿，舔着毛打理自己的时候，我接到了唐心的电话。我用饿了几天略有些颤抖的手接起了电话，听到唐心不耐烦地说，温妙，我没钱了，你打点钱给我。唐心，你不要脸抢我男朋友，现在还好意思管我要钱？我心里泼辣汗涌，嘴上却还是一如既往的懦弱。你要多少？5000够吗？包子性格不适合职场，我很了解自己，所以一毕业就开始了全职写作的生活，但水平一般，踩不到读者爽点，勉强维持温饱，一直没有爆款。这个月我的稿费勉强凑够8000，交了2200的房租，手里剩下5800，还得给自己留800块钱生活费。没办法，就算是我不吃，我这儿不还有一只大胖猫吗？我悲伤地看了白喜欢一眼，却发现他那双蓝莹莹的圆瞳微眯了一下，好像很嫌弃我。同样嫌弃我的还有唐心，才5000怎么够？我和哲哥1个月房钱都不够，1万上哪儿给你弄1万去？老娘1个月房租才2200，你们这狗男女住皇宫吗？就在我心里抒发完，嘴上刚要说我想想办法的时候，白喜欢突然一跃蹦到了我腿上，一爪子打掉了我手里的手机，用肉垫打开了免提，开口便是一道迷死人不偿命的渣男气泡音。滚犊子，你有妈生没妈养是吗？没钱开房，你们卖肾啊，反正1人1个也够用。说完，他啪叽一声挂断了电话，我大脑一片空白，只看到了他凌空抖落的3根白毛。你是个什么玩意？我觉得自己在做梦。白喜欢斜我一眼，我是来救你的，蠢货，还有30天就要丧尸围城了，你不抓紧时间囤物资，还有心情当包子借钱给那对狗男女？你是真的，哎，猫大哥一脸恨铁不成钢，我被他看得浑身一抖，腿边的手机不停震动，低头一看，全是唐心发来咒骂我的信息。温妙，你跟谁在一起？你又找男人了，竟然还敢让他骂我，你等着，我马上就去告诉哲哥，让他知道你是什么货色。片刻之后，林哲果然给我打了电话，我顶着白喜欢要杀人的目光接了起来，听到林哲气急败坏道，温妙，我以为你是什么纯洁白莲花呢，原来也在外面勾三搭四，真不要脸。是了，是真的了，我的猫真的会说话。他说的话不光是我听见了，唐心也听见了。确认这个事实后，我竟然有点高兴，终于要末世了哈，大家以后都不人不鬼的了，也不用构建什么和谐社会了，老娘终于可以没素质了。
闭嘴！我对着电话冷静地吼了一声，或许是因为我平时太过温柔懂事，从没大声说过话的缘故，这一声真的把林哲给镇住了。紧接着，我把这些年对他的不满都骂了出来。林哲，你知不知道你有狐臭？为啥你每次亲我我都躲？你以为我害羞？其实不是，我那是嫌你太臭。还有你那篇论文，要不是老娘起早贪黑帮你改，你大概连毕业证都拿不到，还好意思跟人家说你是学校科研小组成员。大哥，你那瓜子人大的脑袋，知道啥是科研吗？最后，你以为唐鑫真爱你呢？快拉倒吧，他我可太了解了，他那是跟我抢上瘾了。说白了，离了我你啥也不是。林哲被我骂懵了，在电话那头你了半天，屁话都没憋出来一句。憋死你个臭不要脸的！我心满意足地挂断了电话，迅速洗漱套上衣服，拿起小电驴的车钥匙就要往外跑。床上的白喜欢一脸懵逼，问我：温妙，你干哈去啊？嚯，还是只东北猫！我耐着性子回他：囤物资啊，咱不是要末世了吗？白喜欢大张着嘴，毛茸茸的下巴都要掉下来啊！你真信了？不然呢？我的猫都会说话了。他说啥？我不信啊！白喜欢按捺住我蠢蠢欲动的勾欲，给我分析了一下局势。首先，你这个出租屋太小了，又是合租，装不了什么东西，不说又不安全。别丧尸还没来，你就先让室友给整死了。别说，这猫还挺有逻辑，是纸逻辑猫了。那怎么办？换房子嘛。我看了一眼手机银行的余额，愁眉苦脸。这些年被唐鑫和林哲一通搜刮，我手里存款现在不足3万，换了房子基本就啥也不剩了，还囤什么货呀？白喜欢也拧着屁股走过来看了一眼我的手机，然后目瞪口呆地看着我，显然他也被那上面寥寥无几的几个数字惊呆了。我真是瞎了眼，选来选去挑个穷鬼。他嘟嘟囔囔，半晌又踮起后脚，用毛茸茸的前爪拍了拍我的肩，别怕，老妹儿，哥有钱，哥罩你。白喜欢跟我说了一个地址，让我去那里取钱。我按照导航一路骑着小电驴到了地方以后，发现是银行。我看看肩膀上趾高气扬的大白猫，问他：大哥，你不会让我去抢银行吧？虽然说是马上就要世界末日了，但抢银行大概得死在末日之前吧。他翻了个白眼，用下巴指了指一个地方，上面写着私人保险柜办理业务，去那儿找一位姓孙的经理，就说是秦云婷叫你来取钱，取3000万。我咽了咽口水，用动作表达了我对千万这个单位的垂涎。靠谱吗？这是你的钱吗？我去取他不会把我当神经病吧？不会报警把我抓起来吧？我有一大堆的疑问，大白猫却很是言简意赅，爱去不去，反正我这次死了还有下一次。白喜欢告诉我他是活在循环里面的人，每次死了以后，灵魂都会穿越到另一个人的身体里，重新经历一次末世，循环往复，至今还没有找到破解的办法。据他所说，这已经是他循环的第5次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变成了一只猫。就算是猫，也不耽误大哥带你飞放心去。我有一世是个家庭妇女，老公是个小领导，受贿的钱全存这儿了，你放心拿吧，钱丢了他也不敢报警。好家伙，黑吃黑，简直是我这种包子人的人生巅峰了，好不好？按照大白猫的指示，我进了银行，找到了那位孙经理。孙经理年纪不大，长得十分帅气。听我报出秦云婷的名字的时候，他显然是愣了一下，上下打量了我一圈以后，又狐疑地问：你和云婷是什么关系？白喜欢凑到我耳边，用他完美的渣男气泡音说：老婆。我身子抹了半边，大吼：老婆！或许被我的嗓门震到，又或许被我的气势蛊惑，孙经理没再说什么，很快就带我去办理好了业务，然后将一张银行卡递给了我，说密码是秦云婷的生日。谁知道他密码是啥？大白猫给了我个眼神，叫我放心。就这么，我获得了人生中第一个7位数的赃款。为了表现我内心的平静，出银行的时候我走得昂首挺胸。白喜欢，看玻璃咋不磕死你？狼狈地躲开擦得一尘不染的玻璃门。我带着他跨上小电驴，隐隐听见孙经理在门口说了句：模样倒是还行，但这脑子，哎，云婷这是什么眼光？我问白喜欢，他说啥呢？白喜欢扫了我一眼，哦，他夸你好看，有了钱，下一步就该换房了。我现在租住的那种合租式公寓楼不行，不只是墙体太薄，人口密集，更重要的是，唐鑫就住我对门。白喜欢天天趴在我耳边说：丧尸社会当圣母，坟头草长2.5米。我现在已经完全被洗脑了，坚决不允许任何人占我一点便宜。
尤其是唐鑫和林哲。他给我说了几个楼盘，让我找中介去看。到了地方，一水儿的别墅区，房子大的我一眼都看不完，每家每户之间离得老远，怕是这边喊一声，那头得下礼拜才能听见。中介看着我身上的 PDD 流行款，委婉表示：姑娘，这里物业费每个月就3000多块钱，3000多，我卡里可有3000万呢，这是一个数量级嘛。压抑已久的自尊心急速膨胀起来，我啪的一声把银行卡拍在他办公桌上，就刚才那栋楼王，刷卡押一付3，虽说只租3月，但中介费也贵得离谱了。中介小哥哥笑得见牙不见眼，女士，您输一下密码。小哥哥笑容可掬地把 POS 机双手递到我面前，完蛋，忘问了。我向猫包里憨态可掬的大白猫求助，他勾起一侧唇角，面带3分讥笑、3分凉薄和4分漫不经心，仿佛在说：呵，女人，没我不行了是吧？我借口打电话，抱着猫包出去，拉开拉链，白喜欢就蹦了出来，骑在我肩膀上，爪子抓着我的头发，冷声道：970812，记住了，以后要考的。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体验有人踩着我的天灵盖说话是什么感觉。这或许就是所谓的骨传导吧。签好协议，中介将别墅的钥匙给了我，他说别墅的主人出国了，前段时间才委托他们将房子出租的。别墅装修是走那种轻奢浪漫风的，家具家电齐全，应该时常有人过来保洁，所以屋子里一尘不染，很干净。我在屋子里瞎转悠，白喜欢也竖着尾巴可哪儿跑。不一会儿，我在楼上听见了他的叫声：来，包子，这儿有个地下室。算了，金主大哥愿意叫啥就叫啥吧。白喜欢发现了别墅里装了暗门的地下室，这房主估计是没什么安全感。地下室的门装得跟谍战戏似的，开关还在花盆底下，要不是白喜欢瞎捅咕，我都发现不了这个地方。我站在偌大的别墅里，神情恍惚。白喜欢用尾巴甩我的小腿，害怕了，别怕呀，有大哥呢。又扎又酥的气泡音，低沉又有磁性。不睁眼的时候，我这种声控真的能被聊得面红耳赤，但是睁开眼，我只想撸撸他的肥猫头。大哥，你说我要跟我妈妈说一声吗？我怕她不会相信我的。白喜欢被我撸的眼皮都要掉到脑后勺去，龇牙咧嘴说啊，她可是你妈呀。是啊，她是我妈。可是小时候每次我和唐鑫吵架的时候，第一个挨骂的总是我。明明是唐鑫偷了家里的钱，可他只要一哭，我妈揍的也是我。这几年更是了，他每次打电话给我说的都是让我学着点唐鑫，别傻不拉几的。他明明是我妈呀，为什么总是向着唐鑫呢？可他到底也是我妈。打电话过去的时候，郑女士刚刚下班，她和我爸离婚以后，独自一人住在老家，职业是个人民教师。其实她去年就已经退休了，但又被返聘回了学校，继续为教育事业发光发热。我曾劝她不要再上班了，好好玩2年，可她不肯。我觉得她是怕我赚不出给她养老的钱。妈，我有个事儿要跟你说。郑女士心不在焉地嗯了一声，说。我一咬牙一跺脚，妈妈，你可能不信，也可能觉得我有病，但是我得到消息，再有1个月就要世界末日了，到时候世界会变成一片焦土，人会变成丧尸，然后人咬人，人吃人。妈妈，我希望你能到我这里来，我们一起面对。电话那头停顿了3秒钟，然后传来郑女士非常平静的一句：哦，就没了。我抱着黑了屏的电话无语凝噎。看吧，我妈就是不信我。不管是什么时候，片刻之后，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我妈发来信息：明天下午1点，我到你那儿，记得去车站接我。末世倒计时28天。昨天预约了施工队，要去别墅装防爆玻璃和防爆门。本来说好是白喜欢去监工的，可是一早起来的时候，我发现大白猫昏迷了，地上还扔着半颗褪黑素。大哥，你可别死啊！我双手颤抖要拨打120不救猫吧。大白猫从昏迷之中艰难地睁开眼，用爪摸了摸我的头，哑声道：大哥就是太困了，你忙去吧，我补个觉。说完，他又昏迷了。这大白猫虽说是有人的灵魂，但耐不住还是猫咪的生理构造，白天困，晚上精神。昨晚上他俩眼瞪得溜圆，坐在我床边唉声叹气了1个晚上，最后不得不自吞褪黑素入眠。大哥只要还活着，我就有主心骨。确定他没事以后，我出门开始新一天的征程。我先去租了一辆96米的冷藏货柜车，车行老板怕我开不了，我自豪地拿出了我的 B2 驾照。没办法，性格太包子。当年报驾校的时候，
教练为了年底冲业绩，多开3000块钱的单，硬生生把我的 C1 改成了 B2。如果再来一次，我只想对教练说：呸你个臭不要脸的，我记你一辈子哦！开着租来的冷藏车，我去离市区很远的一个农贸批发市场订购了5头猪、1头牛和2只羊，买的是最新鲜的那种，让老板分门别类给我抽了真空，扔进了车子里面。民以食为天，我以肉为先，买肉买了足有1吨半，又买了些冷鲜和冷冻的鸡鸭鱼、羊肉卷、牛肉卷之类的。昨天晚上我在网上订购了5台300L 的冰柜送去别墅，足够放下这些肉，还能剩下2台。然后我又找到一个专门给饭店提供主食的作坊，从他们家订购了200个豆沙包、500个猪肉包、500个牛肉包，后天来取。然后又分别买的油盐酱醋等各种调味料，一样是香，足够我和我妈用个几年，应该能扛到末世结束那天。在这样的地方，没人会问我为什么买这么多东西。货柜车加农贸市场，这些都是饭店采购的标配，比我买的多的大有人在。从农贸市场出来，我开着车子去车站接我妈，车辆刚到站，郑女士就拖着2个行李箱朝我走了过来。当了多年的高中教导主任的郑女士给人的印象是十分严谨刻板的，所以我从小就有点怕她。本来准备好台词想让她相信世界末日的事儿，却不料她先开口了：怎么不租个13米的车，一车能装30多吨，咱俩跑2趟也就差不多了。家里的房子我早上办了抵押，钱我都带来了。我扶正自己马上就要掉到脚面的下巴，问她：妈，你真的相信我说的话？郑女士无语。不然呢？你是我女儿，我开始委屈了。那为什么小时候我和唐鑫吵架，你都不信我？郑女士比我还委屈。温妙，你仔细想想，你当时说话了吗？我当时天天告诉你，有委屈要跟妈妈说，可你呢，天天把自己闷在屋子里，宁愿跟电台节目说，也不跟我说。记忆飞快回溯，思绪闪回到中2的青春期，我赫然发现，当初的我沉浸在各种各样的文艺类书籍里，经常45度角仰望天空，宁愿相信不认识的人能够理解我的忧伤和委屈，也不肯开口和父母多说一句话。这么多年，我属于是自作自受了呗。当然，妈也有不对，当时太忙了，顾不上你。郑女士适时安慰了我几句，我心头豁然开朗，想要跟她拥抱一下，才抱到一半，郑女士就嫌弃地把我推到了一边。你刚才帮着搬货了吧？一身的膻味儿。我提着行李上车，我就发现了手机上有2个未接电话，都是白喜欢打来的。为了联络方便，昨晚我紧急下单给他买了个 iPhone 14，这样他爪电触屏不灵敏的时候还能用 Siri。 我把电话拨回去，白喜欢非常生气地告诉我，工人们糊弄我年纪小不懂，拿来的防爆玻璃质量根本不过关，让我赶紧回去处理。我挂断电话，拉起手刹就朝着别墅的方向开过去。郑女士扫了我一眼，男朋友，我忘了，手机有点漏音。郑女士唇畔溢出一抹笑，做什么的啊？我艰难地编着瞎话。演员，宠物角色扮演了属于是。路上我已经以中彩票为由交代了一大笔巨款的来历，郑女士依旧很快就相信了我。按这个趋势，我觉得就算我现在告诉她我捡了只会说话、会给钱、还会骂人的猫，她也会相信的。但是为了她的心脏，我还是决定保守住这个秘密。我俩到别墅的时候，施工队的大哥还在一边嘻嘻哈哈一边做事，我妈只扫了一眼过去，眉头就皱了起来。白喜欢蹲在别墅的外墙上，脖子抻得可长，脑袋不停地左顾右盼，像个十分敬业的猫型监控摄像。见我回来，他从围墙上跳了下来，蹦到我的脚边。我看得出来他是有话要说，便弯腰将他抱进怀里。妈，我打个电话，我找个借口离开。抱着猫跑到别墅的拐角，确认没人看见，我拿出手机演示，问白喜欢，你确定他们带来的防爆窗不合格？大白猫气的胡子都飞起来。是啊，这帮瘪犊子，要不是你大哥我一直蹲边上听，都不知道他们竟然能做这种事。哪种事儿？花一流的钱办3流的事儿呗。白喜欢怕我一会儿吵架的时候会被压制，抓紧时间给我开了个小会，告诉我蓝衣服的是老大，其余几个人都听他的，是个笑面虎。黑衣服那个是突破口，只有他知道东西不对路以后，一直心里过意不去。最后黄衣服的那个看着最慈眉善目，但是心眼最多，连兄弟都防着，自认摸准了敌方要害。白喜欢蹦到我肩上，踩着我的脑袋，我俩一人一猫，气势汹汹，准备去找他们大吵一架。
才走2步，就见我妈朝这边走了过来。大白猫赶紧从我脑袋上跳下来，柔柔弱弱地喵了一声。还养只猫，郑女士嘴里说着嫌弃的话，动作却一点不耽搁，蹲下抓了抓她的下巴。大白猫也非常没有节操，往地上一滚，露出了它的白肚皮。我妈摸了一会儿，眼神往下滑，嘟囔了一句：“这怎么还没绝育？”刹那之间，只见凌空窜起一道白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嗖的一下就躲到了我身后，哆嗦着身子，妄图用我纤细的小腿挡住它肥硕的躯干。妈，绝育的事儿以后再说，咱们先去看看施工。为保住大哥的完整性，我赶紧转移话题。郑女士睨我一眼，起身拍掉手里的猫毛。解决了，他们已经回去换最好的防爆玻璃和防爆门了。啊，你怎么说的？你和他们吵架了？我震惊，吵什么架？我妈像看傻子似的看我，听口音就知道，这3个人都是咱们的老乡，家里也有适龄读书的孩子。我多问了几句，其中有2个孩子就在我们学校。郑女士点到为止，我肃然起敬，吵架有个屁用，直击敌方的痛点才最有效啊。末世倒计时第23天，别墅的防盗防爆门窗都已经安装完毕，为了保证安全，我妈甚至又让人在最外面一层加装上了高压电网。这下别说丧尸了，蚊子不飞，高点都进不来。我提前预定的3块太阳能电板也已经到位，师傅帮忙装在了楼顶上。白喜欢说，丧尸病毒伴随高温天气一起来，几乎没有阴天，所以只要电板不坏，电力就能一直维持，剩下就是必不可少的水资源。我和我妈兵分2路，我去本市的矿泉水厂直接拉了300箱桶装纯净水，300箱瓶装矿泉水，又零散着拉了几十箱各种类型饮料。我妈则找了人在别墅地下室打了一口水井，保证在储备水不够的时候能用上地下水。本以为室内打井麻烦会很多，却没想到工人好像习以为常了，说那些有钱人为了风水，不少人都在家里打井，真是没用的知识又增长了呢。水井出水那天，我和我妈背着白喜欢去市里吃了一顿火锅。为这事儿，大哥跟我生了好几天气，他说我不讲究，吃独食。我委屈地表示，不是不带你，猫也不能吃火锅呀。我说谎了，我主要是不想让别的客人看见我有一只吃麻辣牛肉还要蘸麻酱的大胖猫。大哥不喜欢吃猫粮，他想要调整成和我们一样的饮食结构，刚开始还不太行，肠胃受不了，他老是拉肚子，不过后来慢慢就好了。现在他一顿饭能干完1整碗麻辣烫。我妈也逐渐习惯了这只画风违和，上厕所不用猫砂而用马桶的怪东西。他还说，要不是马上就世界末日了，就把它发到短视频网站上应该也能火。白喜欢可能是听进去了，打那以后他上厕所都开始关门了。末世倒计时17天，我妈在院子里研究出了一个小型沼气池，能解决部分垃圾排放的问题，还能提供一部分燃料和用电。看着他屋子里挂的乱七八糟的设计图，我真是油然而生一股敬意，这才是知识改变命运啊。之后我们又开着货车，拿着列好的清单，跑了一趟农贸市场和大型超市。这一次我们买了50斤装的大米100袋，50斤装的面粉100袋，大豆油、葵花油、菜籽油、橄榄油、花生油一样买了20桶，油盐酱醋、花椒大料、五香粉等调味品一样买了20箱。我妈做饭手艺一般，她买的最多的还是红烧肉底料、麻辣豆腐底料、水煮鱼底料和火锅底料，这些一下锅就能吃的。为了避免后期别墅的煤气管道不能用，我们又买了卡式炉和燃料罐，以及许多木炭。蔬菜不好保存，买的多的都是土豆、白菜、萝卜这种，其余的并没有买多少。我妈还买了一些番茄、生菜、茄子、葱、香菜的种子，说是回去做一个保温箱种起来。然后她还买了几只兔子和几只鸡，好几条鱼，说是回去专门辟出一个房间搞养殖，保证我在末世也能有充足的蛋白质摄入。我琢磨着，要不是地方不够，她可能都想养头牛，保证我喝牛奶自由。出了市场去超市，这算是到了我的主场。自热火锅、自热米饭、自热螺蛳粉、薯片、薯条、方便面、饼干、蛋糕、巧克力，反正能看见的零食货柜我基本都扫荡了一圈。我妈推着车跟在身后，将我形容为蝗虫过境，因为买的东西太多。结账的时候，收银员还是好奇地问了一句，这是干什么？我妈最近一直在被我丧尸社会当圣母、坟头草长2.5米的理论洗脑，开口便是，捐给福利院的孩子。收银员是个年纪不大的小姑娘，应该是假期出来兼职的。一听这话，眼睛立马亮起来。阿姨，
我觉得你们做的事情非常有意义，我也想出一份力，但我也没有太多钱。这样吧，你们这些东西，零头就让我来付好吗？临时加速时，还买了非常多的日用品和姨妈巾，屏幕上的总额是177983元。我以为他要付那80块钱，没想到他从背包里拿出一个信封，说是今天开的工资，从里面拿出了1000元钱。我也是福利院长大的，小时候要是没有你们这些爱心人士的话，一定没有现在这样的好日子过。他笑起来眼睛弯弯的，我鼻子一酸，差点掉眼泪。还是郑女士情绪比较稳定，坚决拒绝了这笔钱。在她失望的眼神中，刷卡付款。临走的时候，她对小姑娘说：“姑娘，这个月27号，我们要去福利院办一场活动，人手不够，你愿意去吗？”27号就是白喜欢说丧尸病毒爆发的那一天。出来以后，我妈又联系人买了一大堆日用品食品，以匿名的形式捐到了本市唯一一所福利院。天灾大难，我们能做的也只剩这么多了。末世倒计时7天，剩余的时间不多。我在网上下单的电子产品陆续到货，笔记本电脑、平板手机装满资源的硬盘自是不必多说，每一个里面都下满了诸如《甄嬛传》《武林外传》《炊事班的故事》《我爱我家》这种电子榨菜。我妈嫌我不爱学习，又逼着我下了一堆考研考公网课，说要是末世结束，还是想让我考个公务员。真是末世都挡不住你妈想让你找个正经工作的心。衣食住行，吃喝拉撒，水电煤气，消防器材5金工具，能想到的家里已经全部备齐。我和我妈从小出租屋搬离，正式入住大别墅。搬家那天刚好碰见唐鑫和林哲，上次没借钱以后，他俩又联系了我许多次，但我太忙了，根本没空理。现在估摸着这是房费付不起，回来住出租屋了。唐鑫的那间最初是我租下的，后来他大学毕业非要搬过来一起住，结果住着住着他就成了主人，我成了给他端茶倒水还要交水电煤气的奴婢。最终是我受不了，主动搬离。看见我妈，唐鑫显然是非常惊讶，他赶紧从蛇一样缠在林哲身上的姿势变成如松挺立，谄媚道：“姨妈，您什么时候来的？您来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唐鑫是我表妹，很小的时候他父母出车祸去世了，原本应该交给他的爷爷奶奶抚养的，但他爷爷奶奶非常重男轻女，怕他去那边会受委屈，我妈才将他留在了我们家里。从小到大，我有的他都有，我妈几乎是把他当成了第二个女儿在养着，甚至因为他比我会撒娇卖乖，我妈有时候对他是比对我更好一些的。但是这些天听我说了唐鑫的恶行以后，他已经彻底对这个外甥女没了感情。没什么事儿，你姐说她男朋友劈腿了，我怕她难受，想带她出去玩2天。唐鑫和林哲一个比一个尴尬，白喜欢趴在我怀里，听到这句话立刻下巴朝天，看向林哲，这货果真一直缩在唐鑫身后。其实我俩没谈几天，也根本没带他见过家长，但他还是很心虚。我跟你姐说了，碰见渣男贱女的不可怕，这种祸害还是他们自己内部消化吧，可千万不能来祸害我女儿。或许是因为郑女士的表情太坦然，唐鑫和林哲就被这么直白地骂了一顿，也还是在陪笑脸。从公寓出来，我问我妈，好歹养了唐鑫那么多年，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她就不担心吗？我妈冷哼一声，要是知道他长大以后会这么欺负你，当初我就把他扔山里喂狼去了。彼时夕阳余晖未散，郑女士的背影被笼罩在一片朦胧的晚霞当中，我站在原地，看见了母爱的光环。你妈这么酷，咋生出你这么个包子来爱？肯定是基因突变了。白喜欢踩着我的脖子，把那点感动都给我踹回了肚子里。距离末日到来的时间越来越近，肉眼可见的，郑女士的话也越来越少，很多时候都是吃完了饭就回到自己房间里待着，不知道她在做什么。白喜欢偷偷跑进去了2次，说是看见她在做 PPT 写教案，马上都要世界末日了，咋还要上网课嘛？我搞不懂，但很快这个问题就有了答案。末世倒计时第3天的那个晚上，我妈真的在房间里远程给学生们上了一堂网课。口罩问题之后，网课习以为常，她这次是以暑假班会的形式上的这么一堂网课，主题是环境与生存。课程的前半段，她给学生们放了一部天灾到来之时人类生存危机的纪录片。课上，学生们踊跃发言。最后，我妈看着一众孩子青春洋溢的笑脸，留了一个实践作业，
开展一次末日生存演习，囤水囤物，设定末世时间为27日开始，看看谁在天灾之中的生存能力最强。一个戴着眼镜的男生说：老师，我肯定会活到最后1秒。其余同学全部都哈哈大笑。我看见我妈低下头抹了下眼睛，然后又对着镜头笑起来。老师等着与你们相聚的那一天。后来我问她是不是心软了，我妈看了看我，说道：如果没有你要照顾，我愿意和我的学生们死在一起。但是在教师之前，我更是妈妈，我有义务陪着我的女儿经历残酷的世界。末世前的最后一天，我和我妈带着白喜欢出了趟门，我俩去泡温泉洗澡，把白喜欢扔在了宠物店，让小哥哥给他把全身的毛都剃了，属于是临时起意。末世马上就要来了，水资源那么珍贵，哪有那么多水给猫洗澡，还是剃了方便。还有一方面，他骂我蠢货包子的次数我都拿小本记着了，已经100次了。今天算是一起算个总账。当听到我让小哥哥给他剃毛的时候，白喜欢脸上显现出震惊、不可置信、你要造反吗等无数种情绪交织在一起的表情。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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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蹦着高骂我，骂的那叫一个脏。我摸了摸他的肥脑壳，把他按在桌上，威胁道：不剃毛就绝育，你选一个。桌子上的大白猫飞快地把自己盘成了一条虫，尾巴搁在2腿中间，死死挡住关键部位，朝我谄媚地笑。喵喵喵喵喵喵，我知道他啥意思。他说：包子，大哥服了。27日，白喜欢口中末世到来的日子。这天早上，我吃了我妈煮的番茄鸡蛋面以后，就坐在沙发上开始刷手机。可是直到上午10点，世界还是一片平静，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几点来啊？我妈边包饺子边问我。其实我们这儿的人不怎么爱吃饺子，是白喜欢这只东北猫，说快要立秋了，她得吃顿饺子。我只好跟郑女士说是我想吃。值得一提的是，她剃了毛以后消沉了不少，话也少了，总拿幽怨的眼神看我。最终还是我妈找了一件我的短袖，给她改了个衣服穿，她这才重新活过来。她现在都不叫你妈了，都咱妈咱妈的，我也懒得理她。哎，你不说10点钟丧尸就来了吗？这都10点半了，我统统白喜欢的匪腰。我这心里现在有一种十分诡异的情绪，就是既怕丧尸来，又怕他不来，还怕他会趁乱胡来。白喜欢翻着眼皮儿想了好半天，猫爪子一拍我大腿，哎呀，想起来了，我那是在柬埔寨看的表，跟咱国家有时差，再有半小时肯定来。这次白喜欢没说错，20分钟以后，手机上就收到了推送新闻，点进去一看，市区最为繁华的那条街道上，一个肢体僵硬、面色惨白的中年男人站在马路上，看见人就咬，形容恐怖。最可怕的是，那些被他咬过的人也会在几十秒之内重新站起来，像他一样开始冲进人群，撕咬路人。其中有一个母亲咬了他的孩子，有一对情侣，男孩直接把女孩脸上的皮撕掉了。有人意识到不对劲，想要开车冲上去，想撞死这帮怪物，可那些人被撞的脑浆子都飞了满地，可他们还是能重新站起来，撞碎车窗，咬掉司机的耳朵。这一次，世界末日真的来了。吐了几次以后，我躺在床上发呆，我妈去联系她的同事朋友们问情况了。白喜欢坐在床边，一脸担忧地看着我。包子，你振作点，咱要吃有吃，要喝有喝的，你只要不想那么多，咱们日子也能过得挺好的。我从床上撑起身子，第一次认真地问她，经历这么多次末世，你绝望吗？绝望啊，不止绝望，老子还疼啊。第一回我被丧尸咬了脖子，第2回我变成丧尸被爆了头，第3回因为抢资源我被邻居给一刀砍死了。那第4回呢？他跟我说这次是他循环的第5回了。白喜欢看看我，蓝莹莹的眸子里闪出一丝怅然，用粉红色的小肉垫拍了拍我的手。包子，别怕，永远别怕，大哥说到做到，肯定能一直罩着你。末世开始的第5天，唐鑫和林哲疯狂地给我打电话，我一直都没接。我也是这个时候才想起来，唐鑫的那间出租屋里还有我没有拆掉的摄像头，是我还没搬走的时候装的。因为他搬进去以后，我经常会丢东西。最开始我以为是别人偷的，后来看了监控，我才知道全是唐鑫拿的。我这才忍无可忍，搬出了出租屋。监控一直忘了拆，但也没有再看过。这会儿突然想起来了，我接通了对面的监控设备，看着唐鑫和林哲在房间里抱在一起，哆哆嗦嗦。哲哥，我好饿啊，也不知道姐姐那里还有没有吃的。嚯，这是想让林哲去敲我家门吗？
只是默认时间还太短，他内心的法治观念还没有彻底丧失，所以还不太敢。看着他摸出手机，又一次给我打了电话，我慢条斯理地接了起来，一边啃着抹黑鸭的鸭脖，一边问：干嘛呀？老打电话烦不烦？听到我的声音，林哲激动的一下子松开了唐心，说道：妙妙，你在哪儿啊？你回来没有？你有没有物资？快送过来给我，外面都是丧尸，当我是 Superwoman 吗？我懒懒地打了个哈欠，去不了哦，亲。唐心一把夺过电话，软语道：姐姐，我知道你肯定有吃的，你就分一点给我吧，不然你跟姨妈说，她肯定不会让我挨饿的。郑女士不用上班，最近天天跟着视频跳广场舞，根本没空理她。见我实在不松口，林哲又道：那你的房间里有吃的没有？我去拿总行了吧？其实问的时候他就已经冲到了对门，用扳手别开了我的房门。早就预料到会有这么一天，我屋子里的东西全部都拿走了，里面空空如也，仿佛一间毛坯房。林哲勃然大怒：温妙，你这个贱人，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要出事儿，所以才搬走，还把家里的东西都带走的？我等林哲发完飙才说：我劝你跟我说话小点声哦，我还在屋子里留了保命粮的。在哪儿？林哲重新激动起来。我笑了下，看着监控里狼狈的男女，说道：你打唐心一个耳光，我就告诉你，渣男就是渣男。在并不知道房间有监控的情况下，林哲还是毫不客气的一个耳光抽在了唐心的脸上，唐心都被抽懵了，整个脸肿了起来，哭得梨花带雨。哲哥，你真的打我？林哲挤眉弄眼，我煽风点火。哎呀，疼不疼啊？林哲，我开玩笑的呀，你怎么真打呀？温妙，就不要装好人了。唐心气得要咬人。哦，那我就不装了，你们饿着吧，我装都要挂电话。林哲着急，哎，妙妙，是他说错话了，你别生气。说完，他竟然反手又是一个耳光抽到了唐心的脸上。我替你教训他了，你快告诉我吃的在哪儿？嚯，这是真饿极了，还学会给自己加戏了。可唐心又不是吃亏的人，被打了2个耳光，岂能再忍？用长指甲挠得林哲一脸血丝儿，还不忘对着电话喊：姐姐，你别听他的，我才是你妹妹，你告诉我吃的在哪儿？人性实在经不起考验，况且他俩从末世开始那天起，除了喝水以外就没吃过东西。我边啃鸭脖边看他俩在监控里互殴，鸭脖是末世前囤的，保质期只有1个礼拜，得抓紧吃完。我工作量很大，鸭脖辣的我嘶嘶哈哈。监控里的林哲被挠得满脸开花，白喜欢从啤酒箱里抠出1罐啤酒推到我面前，我才想表达下感激。大哥又扭着屁股把自己的饭盆叼过来，放到了啤酒旁边，拿殷切的小眼神一个劲儿朝我飞眼，就离谱。这场斗殴的最终获胜者是林哲，他的体力值到底还是占了上风。他踩着温妙的胸口，对着电话嘶吼：温妙，吃的呢？你说话。我把啤酒罐放低，跟白喜欢碰了个杯，慢悠悠道：床底下有块地板松动了，里面放了面包，这是有段时间经常地震，我未雨绸缪放在床底下的保命粮，时间挺长了，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吃。林哲闻言立即放开了唐心，像条狗一样钻进了床底下。不一会儿，他拿着已经长了毛的面包从床下钻出来，正要骂人，却见唐心已经扑上去，二人再次陷入了混战。我关了监控，打了个哈欠，想睡一会儿。白喜欢打了个9嗝，晃晃悠悠地走到枕头边，把我踹了起来。包子，大哥高低地说你2句，就算是末世，你也不能丧失了奋斗的热情。年轻人嘛，得卷起来啊！现在大家都在躺平等死，就是你努力的最好时候啊！有病啊！外面都是丧尸，我卷谁啊？我翻了个白眼，准备继续睡觉。白喜欢蹲在我面前，揣起爪子，一脸严肃。5年以后，国家就会研发出控制丧尸病毒传播的疫苗。按照咱们国家这个行动力，不出半年，社会就会恢复平稳。到时候你已经28了，你没车没房没对象，还没存款，你可怎么活呀？啥？我扑腾一下坐了起来，紧张道：那我现在能干点啥？白喜欢后爪着地，用前爪摸了摸我的头，语重心长地开口：哟，老子的新睡衣，你 TM 不能喝就别喝。大哥吐了一宿，我被逼无奈听他唱1晚上的朋友的酒，得亏当初房间装了隔音棉，不然我妈都得以为我藏了个男人在屋子里。第2天早上，他起来的时候，我的黑眼圈都挂到了下巴上。包子，他的声音里甚至还带上了宿醉的沙哑。脸这么黑，我以为你变成豆沙包了呢。说完，他还为自己的幽默嘿嘿嘿地贱笑了2声，
你昨晚说的是不是真的？我揪着他的耳朵，他猛了一下，结结巴巴。我说啥了？就5年以后世界重建，我得存钱那个事儿。白喜欢好像松了口气，从我手里挣脱出去，用下犬式伸了个懒腰。真的呀，你是得存钱，5年以后你就会发现，有钱的人还是很多，你不努力就还是社会最底层。我攥了攥拳，想捶死这只大白胖子。那我当初拿着3000万刷刷挥霍的时候，你怎么不让我留点还一个劲儿撺掇我这个也要买，那个也别落下？大白猫切了一声，那能一样吗？那钱又不是你的，那是人民的钱，那是组织的钱，那也不是你赚的，你留着不心虚吗？所以我得赶紧花了呗，这是什么道理呀？见我要炸毛，他又赶紧安抚我，别急，大哥给你想好出路了，你不是写文的吗？继续写呀，反正还得有3月，国家才会断吗？这3月你努力写他个300-500万的，这钱不就都是你的了吗？外面丧尸都吃人脑子了，谁还看网文啊 ？no， 越是这样的时候，人们才更需要精神抚慰。况且这个时候，大家都觉得自己有今天没明天了，看见喜欢的文，肯定玩了命的给你打赏啊！你这不就赚钱了吗？我这辈子没这么无语过，但闲着也是闲着，我到底还是被他逼着重新打开了网站的后台。结果我惊奇地发现，最近连载的那本书底下确实有许多人在追更，作者还活着吗？活着就赶紧给我更。丧尸已经开始啃小区大门了，希望在他们上楼之前能看到作者更新。饿死啦，饿死啦！物质粮食没有，精神食粮也给我断了。作者可真有你的，丧尸到我家客厅了，大大更完烧给我吧，也把所有书币都给你打赏了，算是邮费了。然后我收到了码字生涯里第一个超过1万块钱的礼物，这位爷您走好。万万没想到，世界都要崩溃了，我竟然还要码字。手头最近的这本连载是霸总娇妻文，虽然我本人实在看不惯这种，但是没办法，这个类型就是有热度。白喜欢好像也挺愿意看，天天蹲在我电脑边上当监工。真霸总我也没见过，只能一边码字一边搜索。霸总都穿什么牌子的衣服？霸总睡什么床垫？霸总会交社保吗？霸总一天吃几顿饭 ？Alexander Wang RG， 但怕撞衫，一般都是手工定制，海思腾胶。5险1金，不然不好买房落户，一般是2顿，偶尔不吃，所以霸总都有肠胃炎。白喜欢云淡风轻，我目瞪口呆。大哥，你别是个真霸总吧？白喜欢缩了缩脖子。有一次重生的时候，有幸当了2天，自那天以后，白喜欢天天喊着口号勉励我，为了人类的精神重建，今天码1万；为了人类的娱乐生活，今天来8000；为了你以后买房买车，今天2万3。就这么着。1个月以后，我顺利完成了这部小说，荣登网站榜1，光打赏就收了上百万。编辑小姐姐说是刚好被锁在了办公室，最近一直靠着吃办公区的零食维持生命，硬生生地陪着我扛到了这本书完结。有一天起床，我看见了她的留言：温妙，你不是最赚钱的作者，但你一直都是最勤奋的作者。别人一天更3000，你一天更1万。其实你这本书前面因为数据太拉胯，我都想叫你切了的，但没有想到，竟然是他陪我走完了最后这1个月的时光。好了，不说了，丧尸进来了，再见。我哭着关掉了对话框，问白喜欢，这个世界还会好吗？白喜欢认真的点头，会。3个月后，城市彻底停水、停电、停网，我终于不用被大白猫撵着码字了。不用码字以后，我很空虚，除了每天和我妈说说话，和白喜欢斗斗嘴以外，就只知道吃了睡，睡了吃。手机上有一个未接电话，是断网前最后一个打进来的陌生号码，打了好几遍。当时我在陪我妈跳广场舞，没看见。后来我还跟白喜欢说，这是真的卷，都丧尸社会了，还有推销电话。但过了好几天以后，我才知道，原来那不是推销电话，是我爸。那天我刚和我妈吃完早饭，就听见外面传来大喇叭的声音。别墅靠近郊区，最初丧尸爆发的时候，这边并没有被波及到。直到后来开始有人不断地往这边逃跑开始，丧尸才逐渐变得多了起来。但相较于市区遍地都是丧尸的局面，还是好了许多。反正我家门口就很少有丧尸流连，但那也不能在门口用大喇叭喊人啊。温妙，你出来看看，看看是谁来了。我听出来了，这是唐鑫的声音。自从上次看见他俩厮打以后，我就已经没再开过监控了，却没想到他是真的有2把刷子，
靠着一张还算漂亮的脸蛋，硬是贴上了一个有武器的小团体的大佬，抛弃林哲，当上了压寨夫人。我和我妈对视一眼，两人一猫飞速趴在了窗口朝外望。万幸之前，我妈还囤了几个望远镜，能够看清外面的情景。他们开来的是一辆小型货车，唐鑫和2个满脸横肉的男人坐在车子里面，车斗上装着一些零散的食物和水，里面站着2个男人，其中一个被绑住了手脚，嘴也被塞住了，正在呜呜的叫。我妈放下望远镜，脸色煞白：“是你爸？”我小时候我们家条件还是挺好的，我妈是人民教师，我爸是一个小饭店的老板，能赚些小钱，而且家里顿顿都有好吃的。也正因如此，我妈结了婚以后就没做过饭，要么是厨师做完拿回来，那么是我爸做，他俩感情也一直很好。可是我上大一那年，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饭店突然就倒闭了，我爸留下了一份离婚协议就失踪了，然后这么多年都再也没有出现过。这么多年，当初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但我清楚我妈很难过，所以基本上没有在她面前提到过我爸，我们全都当他死了。唐鑫还拿着喇叭喊：“温妙，你命可真好，都这时候了，你爸竟然还不知道从哪儿弄出来一点吃的，巴巴的送去出租屋想要给你，但是没办法呀，谁让你们已经出来享福了呢？这些好东西就只能归我了。”哈哈哈，他笑得像电视剧里的恶毒反派，我第一次那么想要弄死他。车里面的男人不满地敲了他脑袋一下，示意他说正事。唐鑫点头哈腰，赶紧又对我喊：“温妙，我知道你在这儿肯定存了不少好东西，赶紧都拿出来给我，不然我就把你爸扔下车，让丧尸咬死他。”丧尸有趋生性，喇叭一喊，周围早就围上来了一群丧尸，但好在小货车的车斗比较高，他们一时半会儿还咬不到人。郑女士抿着嘴，我看见她拳头都已经攥出青筋来了。白喜欢一脸担忧，她知道这个时候给我们洗脑的那些不要当圣母的话都太苍白了，谁能忍心自己的亲人成为丧尸口中的食物？我大概猜到为什么唐鑫会找到这儿了，因为他原来老是上我的淘宝账号，而我前段时间刚好用那个账号大批量的买了许多生活物资。哎，真是百密一疏。妈，我妈合了合眼，艰难开口：“你爸当初是帮别人做抵押担保，后来那人跑了，你爸没办法，只好把饭店抵了还债。他觉得对不起咱们娘俩，才走了的，怎么不跟我说？”我妈叹气：“我也是刚知道，借钱的那个人回来了，他把钱还了，才告诉我的。最终我们商议了许久，还是决定用物资换我爸一条命。但说是这么说，其实我们都知道，唐鑫他们不只是想要物资，他们想要这间房子，也想要我们的命。”白喜欢没有异议，他只是紧紧地搂着我的脖子，说咬脖子太疼了，如果非得咬的话，让丧尸咬屁股吧，那痛觉不敏锐。我妈也不想让我送死，她让我藏进地下室，又搬了许多物资进去，让我不管出什么事都别动，因为地下室的开关几乎没人找得到。妈，我去开门，你藏起来，我坚决不同意。郑女士叹着气在屋子里转了2圈，然后不知道从哪儿掏出个黑家伙，照着我的后腰就来了一下，电流感瞬间流通全身，我被我妈电晕了。在醒的时候，我躺在自己房间的床上，白喜欢蹲在床头忧心忡忡地看着我。唐鑫他们呢？他们把我爸妈怎么样了？我紧张地问。白喜欢用毛爪拍拍我的脸，示意我放心，然后将刚刚发生的事情讲给了我听。在电晕我之后，郑女士将我和一堆物资一起转移进了地下室。白喜欢因为躲得快，所以有幸留在外面，看到了后面发生的一幕。你爸妈都太猛了，你妈提着电棍都准备去跟他们同归于尽了。结果大门还没打开，你爸自己从车上跳下来，直接一头扎进了丧尸堆里，我眼睛都要瞪出血来。白喜欢叹气，他一边挨咬还一边喊：“娟儿，你和妙妙都别出来，老子咬死他们！”车里那几个人都惊呆了，然后他又折回去打开车门，把他们几个全咬了，尤其是你那个妹妹，脖子都快咬断了，太解气了。听说我爸变成丧尸以后还会说话，不但骂了唐鑫的8辈祖宗，还说做鬼都不会放过他。但他没有变成鬼，他变成了一只有意识有思想的丧尸。白喜欢说前几次循环他也见过这种丧尸，属于比较高级的一种，但我还是挺难过的，因为我记得小时候我爸打针都要酝酿很久，他特别怕疼。我从房间出来的时候，我爸正坐在别墅外面吃鸡，生鸡，血淋淋的，我妈蹲在里面隔着围墙看着他吃，还夸呢，说他吃肉不忘喝点汤，还挺懂养生。我爸嘿嘿地看着我们笑，
一嘴的血。我爸就坐在别墅门口，但凡有丧尸靠近，他就吼他们。那些丧尸好像都挺怕他的，都绕着我家走。万万没想到，世界末日了，我们家竟然还用上了看门师。我妈本来想让他进来的，但我爸不愿意。对了，唐鑫我后来也见过一次，脑瓜子挂在脖子上，走路有点顺拐。我爸看见他挺生气，又咬了他几口，结果他脑瓜子彻底掉了。我爸拎起来给扔山里去了。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我每天吃吃喝喝逗猫。我妈每天做饭跳广场舞喂我爸，我爸吃的也不太多，他好像怕我们吃的不够，偶尔还会自己上山摘几个野果子什么。末世1年半了，白喜欢身上的毛早就长成了原来的样子，但还穿着衣服。他说因为他是只有羞耻心的猫。有一天他跟我说，昨晚上做梦梦见了一道白光，好像有人叫他的名字。我觉得他是电视剧看多了，还逗他说千万别往白光里面走，说不定进去以后你就出不来了。他当时信誓旦旦地答应了我，可他说话不算数。第3年的大年初一，我的大白猫突然就不会说话了。明明除夕晚上他还蹲在椅子上吃饺子就算呢，可是第2天一早，不管我怎么威胁他去绝育，他都不说话了，一张傻猫脸无辜地看着我，仿佛他从来就不懂我说的到底是什么。大哥走了，走得很突然，一句话都没留下。这会儿我才想起来，我甚至都不知道大哥到底叫什么。他的 iPhone 14还在充电。之前我很保护猫的隐私，一直没有看过他手机。这会儿他不在了，我应该可以看他了吧？手机还有密码，我试了好几次都没打开。突然有一天，我灵光一现，想起那个970812的密码，输了进去，没想到真的解开了。可这是那个叫秦云婷的人的生日啊！所以白喜欢就是秦云婷，秦云婷就是我大哥。手机屏保是我和猫的合影，应该是偷拍的。他站在前面还摆了个造型，我躺在后面睡得像一条死狗。猫的手机很干净，只有相册里装满了一堆对着猫脸拍的自拍视频。我记得那会儿他确实是老拿着手机捅咕，他告诉我他是练习普通话呢，视频大概有30多个。亏了当时我大方给他买的是1TB 的内存，不然都未必放得下。我从最新的日期就开始看，大白猫腰板挺得特直，俩爪子放在膝盖上，对着镜头严肃地说道：包子，大哥最近感觉不太好，所以提前给你留几句话。他清了清嗓，那道性感的渣男气泡音仿佛还在我耳畔。你能看到视频，说明你知道我是谁了。对哥，我就是秦云婷，那3000万是你秦哥我的，所以就算末日结束也不会有人让你还的，你甭怕。大哥说有钱那就是真有钱。你可能很好奇我为什么选择你，因为第一世的时候你就过我一次，当时我被渣男老公从房子里撵了出来，是你收留了我，还给我分享了你那个长了毛的面包，那玩意是真难吃啊。后来咱俩被丧尸围剿了，你被咬的脖子，我被咬的屁股，你应该比我疼，因为你当时都哭了，你救了大哥一命，大哥感恩，大哥得保着你活下去，所以我每次循环都会去找你，可你实在是太笨了，每次都会死，大哥头都凹秃了，这一世才给你把所有的事情都准备周全。之前我一直怕我要是走了，没人陪你，你这个心理承受能力可能没多久就会自杀，但是现在好了，你爸妈都在，他们都会陪着你走到最后的。我有感觉，这可能是我循环的最后一次了，包子，拜托了，好好活下去吧，再有下一次，恐怕大哥就不能罩着你了。视频放完，我看着手机屏幕从亮到黑，床上的白猫睡得酣然，我摸摸它的小耳朵，喃喃道：放心吧，我会好好活下去的。再见啊，大哥。末世第5年，我家的水电都还能够维持，肉快吃完了，但是我妈养的兔子已经下了好几窝了，她说下周就给我爸吃兔子了。我写完了2本100万字的小说，准备等到社会重建以后再发，反正我秦哥说了，人类的精神文明建设永垂不朽。对了，他手机里的那30多个视频，后来我都挨个看了，他说是怕我会抑郁，录了30多条笑话让我慢慢看。我记得其中一条，他说在东北被僵尸追杀一定要往左跑，因为行尸走肉。我乐了好几天，一想起来就觉得好笑。立秋那天，终于见到有部队开车到我们这边清剿丧尸了，领头的那个我见过，就是办银行保险柜业务的那个孙经理，他是退伍兵，现在响应国家号召来帮忙清剿丧尸。他说外面的丧尸都解决的差不多了，国家丧尸疫苗已经研发出来了，等了5年，我们终于迎来了曙光。像我爸这样有意识的丧尸，
国家也并没有赶尽杀绝，而是全部集中到了一起，说科学家们在研究新药，看看能不能让他们变回正常的状态。带我爸走的时候，孙经理看了看别墅，还感慨云婷真的是很有远见了，大老远还打电话让我把房子租给你，就连地下室都是临时建造的。我着急，那你现在还有他的消息吗？孙经理遗憾地摇摇头，通讯还没建立，我也没有他的消息。末世结束第2年元旦，我的新书卖出影视版权，对方出价很高，说是非常看重我的才华，但唯有一点，说是他们老板非得亲自见我一面，大老板愿意见，我求之不得。只是麻烦的是，他刚从国外回来，还要我去接机。临出发之前，对方发来一个电话号码，到了机场，我拨通了那个号码，对面传来一道低沉性感的渣男气泡音。喂，我隐隐觉得熟悉，我是温妙，现在在接机口等您。好，你搁那儿等着别动。我的心脏扑通扑通的跳。不多时，接机口人群开始朝外走，我聚精会神，有2个男人不约而同闯入我的视线，一个高大英俊，穿着宝蓝色的西装，戴着金丝框的眼镜，宽肩长腿，剑眉星目，比电视剧里的男主角还好看，但我的视线还是落在他身后的那个男人身上。他个子略矮，穿着紧身 T 恤，黑色小脚裤和豆豆鞋，脸长得还行，就是有种社会范儿。我走过去，试探地喊了一声秦云婷，豆豆鞋斜了我一眼，径直走了过去。视我为无物，想多了，不是我大哥。我正准备再打一遍电话，突然那个宝蓝色西装的帅哥突然走到了我面前，淡淡的白羽松香扑面，他凌厉的视线在我脸上扫了一下，继而弯下腰，薄而性感的唇一开一合，包子，想大哥了没有？他浓黑的瞳孔里映出我无措的神情，我错开眼，不敢看他那张帅脸，只点了点头。想，他一把将我搂进怀里，胸膛结实的肌肉挤着我的脸，渣男气泡音直接从胸腔传到耳朵里。大哥也想你。